直播间的朋友喜欢运动健身、喜欢聊天的话，都可以点点关注。有什么健身问题可以打在公屏上，也可以加一下粉丝群。需要健身补剂的话，蛋白粉、肌酸、氮泵可以去我的橱窗里面看一下。感谢大家的支持。10个。10、20、30、40、50。感谢化蝶，感谢化蝶的灯牌，感谢白狼的关注。有阿姨吗？阿姨每天早上来，每天早上来打扫卫生。默许一组下来有点头晕，眼神都顿清澈了。练了11年，我去。好的，找到截图的话，分享给我看一下，好吧？感谢凯凯的关注。这几天看什么不好？确定是吧？就是我都不知道啊！你问他，那你问他，让他回答。直播间的朋友有喜欢运动、健身、聊天的，可以点点关注，加一下粉丝群。有什么健身问题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其实我不想大半夜健身。感谢荣轩的关注。刚才下课，然后陪学员稍微聊了一会儿。学员走的时候已经快到1点了，所以学员走了，然后我抽时间动一动。作为一个健身教练，你自己不能不练嘛，对不对？我们这边有个教练是 gay， 别闹。就是这个事儿本身不稀奇。首先，这个群体做什么职业的都有，对吧？做老师的有没有？也有。这个各行各业都有。就好像你说哪行哪业没有个单身的一样，
所以呢，学员，那这个咱就不了解了，我也没发过，也没收到过。我给我学员发的都是付款的二维码，我学员给我发的都是付完款的截图，一下就传开了。感谢黑泽明的关注。黑泽明是不是个导演？做老师的有没有？我感觉应该都有吧。听着就进来了，哟，耳朵还怪灵的，听着就进来了。来第二组，那个教练身材真的不错，比我帅。嗨，我这一把年纪了，对不对？人老珠黄的。哦，你是老师，教什么的？我们粉丝群里面还有一个老师，啊，粉丝群里好像不止一个老师，有一个是教数学的。怎么证明这个东西？我为什么要给你证明？就好像说，你让我证明我怎么是个男的，我为什么要去证明他？我怎么给你证明我是个中国人？我把我的身份证拿出来，你说有可能是假的，对吧？不需要证据，有啥好证明？你这样，我有个好方法，你看看怎么样啊？我有个好方法，127，你刷个嘉年华，我收了就证明我是直男，怎么样？我是老师教，嗨，胸部发力，今天怎么教练带我做了史密斯？虽然我感觉胸部在发力，但我怎么都感觉不到。你练了多久了？嗨，这个咋说呢？这个羊群效应。新手4天练少了，连肩胛骨下沉、肩胛骨稳定、肩胛骨下沉都找不到。来考你一个，胸大肌的主要功能是什么？来，打出来。第二组。还行，别闹，不算强度不算很大，是肩关节内收吗？不是，很晚了，怎么还健身呢？稍微出汗，感谢关注。胸大肌的主要功能是大臂在肩关节处做水平内收或者水平屈。好的，下吧，拜拜，好好休息。
所以你才练了4天，练了4天的话，能练几次胸？2次，最多也就2次了，不可能天天练胸，对吧？所以说找不着感觉很正常，慢慢来。心慢慢冷，慢慢疼，慢慢变成了朋友。付出一切，不知承受。感谢小杰的关注。爱慢慢冷，终于相信，付出的爱不堪回首。有时候练完腹2、3天。都疼的练不了，有时候2天不知道酸疼能练，有时候第2天不怎么酸疼能练，好怪。第一个间隔的时间太长了，第2个强度不一样。特想练肌肉，加油！我一直在出汗。小杰你也帅。感谢何红。还有2组，还有2组。去前没发现唱歌好听，还有颤音，别闹。我主页里面有我很早之前录过的2首歌，就是晚上在家里面又怕吵到别人睡觉，随便哼哼的。喜欢的话可以去听一听。感谢果酱的关注。吃的方面注意哪些？吃的干净一点，稍微少一点，不要吃高热量的东西，不要吃肥肉，不要吃油碳混合的。有没有针对性练胸的，不需要器械的，在家没器械，俯卧撑，各种俯卧撑，宽窄中，然后上斜下斜。平板支撑不可以，平板支撑属于它属于等长收缩。平板支撑就是我可以把它归到一无是处的对于增肌来说一无是处的种类里边。晚上练不睡觉吗？睡的。平板支撑练腹肌的，别闹。平板支撑能用到腹肌，但是它练不了腹肌，好吧？你见到哪个打比赛的运动员天天到比赛之前虐腹的时候，天天哐哐给你在那儿做平板支撑？哎呦，真有诗意。第3组。感谢夸奖，你也不错。感谢刘大美的关注。直播间的朋友喜欢运动健身，喜欢聊天的可以点点关注，也可以加粉丝群。教练还不睡，对，练完了洗个澡，回家吃点东西就睡。慢慢的有感觉，慢慢我被撕裂，没有一点点安慰。
卖卡，健身房有卡，月卡、季卡、半年卡都有。我有一个问题很困惑，每天只要规律训练，性的熬夜就不会黑眼圈吗？如果你非得这么说的话，是的。睡眠，保持充足的睡眠7个小时以上。感谢金水的关注。你说它健不健康呢？它不健康。但是你说它算不算熬夜呢？它也严格意义上来算熬夜，但是比那种既睡得晚又睡得少要好得多。黑眼圈多少还是有一些的，半梦半醒，半点赞，然后半关注是吧？半取关，半关注。那肯定的，增肌力量抗阻力训练是有效的延缓衰老的运动。大半夜推这儿，还让不让人睡觉？别睡了，起来点赞，好吧？点点关注，点点赞。睡什么觉？睡觉？我都没睡，你想睡觉？感谢魏魏的关注，感谢何红的点赞。妈呀！再做一组就结束。练腿今天已经第2练了，第1练的话冲的重量，好久没有蹲190公斤了，蹲了个190，然后100公斤一组蹲了20次，今天后侧就不带了，健身吧，稍微动一动就好。直播间的朋友，有对运动感兴趣的，喜欢聊天的都可以点点关注。你咋不出汗？谁告诉你我不出汗？只不过说现在气温低了，汗没有流下来而已。健康的人很注重健身的人很注重健康，应该早睡早起才对。你说的是没错，但是有一种职业叫做健身教练。健身教练里面有一种学员9点半以后才来上课，下课都11点多了，对不对？有些东西我们没有那么好的生活条件，如果说衣食无忧的话，我会选择在下午健身，下午2点到4点，3点以后。感谢杰夫的关注，对不对？所以有些东西我们有的选，但是有些东西没有选，没有选呢，你说它好不好呢？总比不做要好，对吧？跟你一样是吧？3个耳洞。感谢友友的爱你。如果喜欢这个耳扣的话，可以去橱窗里面看一下，橱窗里面有同款，925的纯银的，这个耳扣我戴了差不多5年了还是6年了，很厚实。对，喜欢的话可以去橱窗里面看一下，支持一下。感谢友友的关注。好，还有一组。
直播间有喜欢运动健身、喜欢聊天的话，可以点点关注。主播是全职的健身教练，每周6到7练。今天练腿，有什么健身问题可以打在公屏上。平时有在吃运动补剂的话，可以去橱窗里面看一下。蛋白粉、肌酸、氮泵。感谢大家的支持。最后一组。最后一组，这么晚练腿，强度是应该控制一点。最后一组。手臂再大点就更好了。对，我的目标也是手臂再大一点，但是基本上每1年或者每隔1年，肘关节都会练到发炎，这个属于基因问题，改变不了。长得很缓慢，每1年的话几毫米。3头约等于没有，2头肌缝还有一点儿。3头约等于没有。就是有好多人问我练不练手臂，我跟他说我的肘关节都发炎了，今年的肘关节又发炎了。每周2到3次手臂训练。来吧。其实还有一种办法，我胸背少练一点，对吧？这样就不会显得手臂太小。其实你说手臂小吧，也算过得去这个维度，但是跟胸背一比的话，就看着不用协调了。半年没练腿了，为啥不练腿？受伤了。累呀，嗨。对于练腿，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30岁的那一年开始，每周6到7次规律训练，每周至少练1次腿，从来没停过，除非有特殊情况，比如说这2天有事，对吧？停个1天2天。你跟我相反，你跟我不相反。我每周手臂练打底练2次，有时候会练到3次。
3头15到17组，2头15到17组。结束，1个小时。骂他你也帅。还记得那是我刚健身7个多月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体重72公斤，从68冲了半个月冲到72，然后臂围只有34，那是我第一次推起100公斤来，推起100公斤的臂围只有34，然后我的教练说在健身房混了20年，几乎没见过。34的虚臂围推100公斤，对，没错，我4个半月左右蹲起了100公斤，然后7个半月左右推起100公斤，然后那个时候体重蹲起100公斤的时候体重是68公斤，推起100公斤的时候体重是72公斤，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推90可以推2个，100公斤就推不起来。然后我的教练跟我说，你现在开始，用半个月的时间增重，必须体重要过70以上。然后结果半个月以后就推起70公斤，然后推起来以后我又把体重拉下去了，结果又推不起来。但是从那以后卧推上一些重量就不怕了。就是没推起100公斤的时候，总会想着哇100公斤。推起100公斤以后，对吧？看看100公斤，也就100公斤。我现在推125，挺胸挺腿。哦，对，你体重多少？友，你的体重是多少？结束。154，那咱俩差不多。我是150，我始终把体重控制在75公斤左右。这3年，之前的话，口罩之前有差不多5年到6年的时间，我的体重一直是在68到70，然后那个时候把体脂率压到7%，但是后来发现，体脂是低了，线条也好看了。但是就是不大，很干，而且增肌也增不起来。后来口罩之后，开始把体重往起拉一拉，然后再增一增。但是感觉年纪大了，增的太难了，太难了。练腿结束，自然是这样。不，我是从30岁开始正式健身，而且本身我的天赋又不好，我膝关节又不好。我踢足球踢了，从小学踢到大学毕业。然后工作又踢了2年，我膝关节不好。休息一下，然后洗澡，洗完澡回家，想想夜宵吃什么。哦，对了，还有一点，我从健身到现在11年，我夜宵几乎没断过。控制体脂的时候，夜宵吃的干净一点；不控制体脂的时候，夜宵就是家里有什么吃什么。然后很多人说我这样吃是因为我没胖过，但是我其实在健身之前，低头看不着脚尖，180多。这会儿还在喝。感谢香锅里拉的关注，直播间的朋友有喜欢运动健身的话，可以点点关注。有什么健身问题可以打在公屏上，也可以加一下粉丝群，好吧？
感谢杨健全的关注。下背练的还是好啊，下背吗？我背一般，因为本身我在健身之前肱骨前移特别严重，所以我的背挺一般的。我的肩胛骨活动度，我感觉现在也不是特别理想。对，而且本身肩膀不够宽。啊，抽筋了！啊，昨天练的背。感谢上瘾的关注。我在健身之前体态也有些问题，不过好就好在没有脊柱侧弯，肱骨前移，然后胸椎曲度过大，就是有点含胸。然后呢，练完就好了吗？对啊，练着练着就好了。就是原来你看我在毕业之后做了10年的 IT 嘛，我是做游戏设计，做游戏开发，然后经常熬夜加班，就是每天上班就在那儿坐着画图嘛。嗨，就是我特别羡慕他们那种。就是说不肱骨前移的，不肱骨前移的话，练肩后束也好练，练背也好练，对吧？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喜欢健身、喜欢运动、喜欢聊天的，都可以点点关注。有什么健身问题可以打在公屏上。需要运动补剂的话，也可以去我的橱窗里面看一下。我的膝盖骨头里面翻，骨头往外翻，可以练直吗？如果不是关节本身的问题的话，是的。2楼干嘛的？2楼固定器械多一些，1楼自由器械多一些。感谢关注。我不刚从2楼下来，对吧？邱文杰内旋好丑你去正常的练一练腿，然后把你的肌力练得平衡一些的话，只要不是骨头的问题，肌力失衡的问题，训练的话都会有很大的改善的。这个用户已注销，你看过郭老师的相声没有？德云社郭德纲的相声有没有看过？不看他，好吧？那说梗你肯定不知道了，吃高碳嘛，吃高碳嘛，偶尔吧。一会儿晚上回家，估计多半是煎几个饺子吃，煎个12、13个。感谢摇滚也温柔的关注。哟，摇滚也温柔是唱摇滚的吗？
我不想看腿。我刚练完腿，我累死了。摇滚也温柔，是不是唱摇滚的？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怎么减脂速度快？什么最快减脂？控制饮食，然后力量训练加有氧。喝完睡觉，下次见。好的，友友，下次见。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肌肉不会掉吧？你不用担心，新手的话不用担心掉肌肉，因为你本身就没什么肌肉。就好比一个刚毕业的一个学生，刚找到一份工作，我去吃一顿海底捞，不会破产吧？你第一月工资还没发呢，破什么产？破产，对吧？怎么样？主播说的很通俗易懂啊。这个咱就不钻牛角尖了啊。就是没有经过训练的，没有经过这个正常的这种抗阻力训练的肌肉，它那个肌肉量只够你日常的生活用的。对于我们所谓的掉肌肉来说的话，不存在。我1.7米，90公斤，超重不？主播，如果你的体脂率在15以下的话，你就不超重。现在来，起身立正站直，低下头看一下能不能看到脚尖儿。如果看不到的话，超重了，赶快减吧。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却没有话要对你讲。望着你，姑娘。你问我将要去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问我将要去何方，肚子没有胸大，腿粗，手粗，还是减一减吧。我干了，你们随意啊。你问我将要去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四肢发达，头脑3岁，能活得像一个3岁的小孩的话，无忧无虑的也挺好，何必每天那么多烦恼呢？不过也要感谢你啊，最起码这么多年没白练，还剩下个四肢发达，可以。感谢感言的关注。1.76米，70公斤，肚子比较大。从什么开始练？从什么开始练？从先能去健身房开始练。欢迎于欢，感谢于欢的灯牌。这么大手劲儿，怎么看出来的？
怎么看出我手劲大了？我今晚练腿。感谢王者英语的关注。练成这样能长寿吗？不能。人的寿命排除外界因素的话，是跟你的端粒有关的，从生下来就决定好的。你的端粒能分裂多少次，它就决定你的寿命有多久。涛哥，你身材也好，健身没有办法让你活得更久，但是可以让你活得更好。这个哥们儿说话正能量，别闹。多大管我叫哥们儿？健身是对自己意志力的考验，让自己能有更好的体魄。刚开始，很多人刚开始健身啊，第一，45了，哟，大姐，第一是为了身体健康，因为有一些人，比如说他肥胖，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身体上的问题的时候，才开始健身。大夫跟他说，你得动一动了，少吃点儿。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很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对雄性荷尔蒙有一个崇拜，对不对？人都有慕强的心理嘛。一个雄性动物，它生下来，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猎手。那么一个很好的猎手要具备一定的身体功能。在现在这个社会来说的话，首先你的肌肉量就是这方面的展现。然后练得久了以后呢，人持之以恒的用很多年的时间去完成一件事情，它本身对你的意志来说就是磨练。所以说健身久的人，他的人品相对来说都不错的，比较能沉得下心来。我们正常健身是以年为单位的，3年没当过兵，感谢关注。我就是中年大肚腩，然后慢慢锻炼，从不习惯到习惯到享受，没错。就说极少有人会享受健身的过程，因为健身的过程，你看啊，它相对来说是比较枯燥的。我举个例子，你想把胸练好的话，那就是杠铃、哑铃和器械卧推，对不对？你练死了也是这几个动作。咨询一个问题，早上几点健身比较好？早上几点健身比较好？只要你身体醒过来了就可以。正常一天最好的健身时间是什么？下午2、3点之后。觉得主播说的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点点关注，也可以加一下粉丝群。就是有一些时候，我跟一些朋友聊，跟一些刚认识的朋友聊，健身的过程痛苦枯燥，但是完成后，对，没错。我跟一些朋友聊哈，我说你有没有尝试着用很多年的时间去慢慢的积累去做一件事情？绝大多数人是没有。然后啊，有一些朋友说，那你看我喜欢打羽毛球，对不对？我说健身跟打羽毛球相比的话，我更喜欢健身。为什么呢？因为人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有一些成就感，对不对？你打羽毛球打得好的话，你不可能天天拿着球拍见到人你就给他打2个嘛，对不对？但是健身不一样啊，天气像南方的话，对吧？没有天气太冷的时候，你经常可以穿着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薄的衣服，或者说穿紧身衣也好，对不对？你在那儿一站，人家看到你这个身材，那就是暗暗的挑大拇哥，这也是一个成就感。从一开始长期到专业目标到10年了，哎呦，不错，非常好。我刚结束，干嘛刚结束？下午2、3点前练之前要吃东西吗？如果你没吃饭的，或者说肚子有些饿的话，包括最严重的情况，如果说有低血糖史的话，吃香蕉，吃2根香蕉。290干到190了，哟，你身高多少？这是个大块头啊！
你问我将要去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问我将要去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1.78米160的话非常标准，体脂率不算太高，然后肌肉量也是很可观的，挺好，非常好 ，very good。直播间的朋友，喜欢运动、喜欢健身、喜欢聊天的话，可以点点关注了。有什么健身问题可以打在公屏上，好吧？感谢关注。正确的健身绝对会让你有一个好的身体状态，又好看，对不对？身体状态又好，为什么不去练呢？你让我将要去何方？其实身材没有你们好，不要太讲究，就把自己当苦力去弄。这个可能咱俩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从健身开始，我从180多减到124，从180多减到124，我只用了4个半月。我会把我的目标定的相对来说高一些。我想要，就是我不喜欢浪费时间。同样的时间，每天在健身房1个多小时训练，对不对？1个多小时的正式训练，我希望我能得到我应该得的最好的结果，而不是说 OK 今天状态不好，那就随便练一练吧，随便练一练，我宁可好好去休息休息。目标定的高一些，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孩子考学一样，对吧？你目标是清华北大，那你最差怎么也得考个211嘛，对不对？你如果说我只是给孩子定个目标，你能考个本科就行，那有可能孩子连专科都考不上，对吧？你今年打算，比如说你打算赚个20个 W， 最后剩20个 W， 那我的目标就定到30到40个 W， 那最起码30到40个 W 赚不上的话，有可能我赚25个 W。目标定高一些没有什么坏处。去年8月份到现在，每天往死里弄，现在进去精细锻炼阶段，对，非常好。而且你这个情况应该是属于内培型的身材，你能把体重控制到这个样子，如果能长期保持的话，非常不错了。还不睡觉吗？对呀，你还不睡觉吗？这么晚健身吗？对，刚练完，练了个腿，然后稍微聊两句，有什么健身问题的话，对不对？跟大家稍微聊一聊，回答一些问题，然后就下了。你问我将要去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今天这么晚，对。因为今天最后一个学员上完课陪他聊了会儿天，聊了2个小时，差不多1点那个学员才走。他最近有点不开心，感觉稍微有点抑郁，然后陪他聊了一会儿。比我还大4岁的一个姐姐，没有7连臂，也不是肌无力，准备先弄个纸包肌，天冷了扛冻，别闹。就是你先弄个纸包肌的话，不如买件羽绒服了，好吧？买件羽绒服，脱羽绒服的这个辛苦，比减脂要好得多，减脂很痛苦的呀。饥饿是可以忍耐的，但是嘴馋是有点反人性的，对吧？你问我将要去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不过亲身体会，体脂低的话确实不抗冻。我跟我们家孩子在海里面玩傍晚的时候，我已经冻得嘴唇都发紫了，受不了了。然后孩子在下面还玩，那个时候的体脂率就是差不多7到9左右。